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越南的避暑胜地。在以前啊，法国人就很喜欢在大乐那边避暑，因为它海拔1000米。哇塞，朋友们，这个温度好低呀、好冷啊！ Because I'm an English teacher. 哦， Yeah. 哎呀妈呀，这是真的！大晚上的，在大乐，风景又好又凉快，大家都不想走了。这个已经变成越南的国民甜品。真的，这感觉还不错。哎呀，今天早上是看着海景醒过来的。哇哦，早上好啊，芽庄，吃早餐去。我觉得我可能入住了一个假的5星级，泳池、早餐还有健身房，这27楼全部在装修当中。气死我了！我本来还想着在顶楼泳池那边吃了早餐，看着这个海景吃了早餐。唉，1 Jello Sweet。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酒店的早餐：牛肉、土豆、炒饭。我觉得这也不5星级啊，这比3星级酒店略好一点，我感觉。虾饺。感觉好中式哦，白粥，这里有几种蛋，煎蛋，越南的牛肉粉，这就是西式的了，一些蛋糕啊什么的，水果，沙拉。这个餐厅还是有海景的。早餐呢，咱们低调点，先拿这么点啊，因为早餐快结束了，免得待会儿结束了我就没得吃了。吃一下这个牛肉，这个早餐呢也没有到5星级的水准，摸摸就4星吧。我真的住了一个假的5星级。我觉得我住过性价比最高的5星级，还是在缅甸的仰光，300多，那是真的5星级。唯一的好处就是离海边特别近，然后它的房间是海景房，价格还不贵。不过在芽庄整体酒店的价格都不贵，一般60块钱人民币可以有个单间，然后100多人民币就会有环境比较好的单间，甚至于150人民币以上就有4、5星酒店了。当然有些可能是假的4星、假的5星。我觉得花一些很少的钱能住到海景房，这倒是真的。你想啊，像三亚海景房多贵啊！要拍照发朋友圈。好，咱们体验过20块钱的青旅，也体验过5星级酒店。虽然这个5星级酒店有点假，但是呢，随着咱们以后收入的提高啊，我带你们去更豪华的酒店。咱们以后就不住假的5星级了。芽庄这个地方啊，如果你要过来玩海、看海的话，整体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在芽庄出海海岛游，因为几年前我来这边出海海岛游过一次，那个海水质量不咋地，就是它没有达到浮潜或者深潜能够看到漂亮的鱼群、珊瑚那种水准，就适合在沙滩边游泳的。去市场买海鲜，他们还会代加工，我觉得这个是最划算的、最经济的，而且是最美味的一种方式。当然，你也可以去海鲜餐厅。另外，芽庄这边还有个珍珠岛，几年前我也去过一次，它特别像啥呢？就是简版的迪士尼。大家也知道我嘛，对这个游乐场可能不太感兴趣。珍珠岛上岛的时候有一个全世界第2长的跨海缆车，以前是第1长，后面富国岛建起来了之后，富国岛那边变成第1长。我们要坐就坐第1的，咱们后续去富国岛再去坐那个缆车。好，今天呢，我打算离开芽庄前往大乐。那在离开芽庄之前呢，我想去海里面游个泳。我在酒店呢已经退房了，他们还给我提供了浴巾，我就可以去沙滩边上躺一躺，去游个泳。这离开芽庄之前，要是没有去海里扑腾一下，总觉得自己亏了。是躺椅80K 的意思吗？24块钱，小贵啊！今天浪有点大。哦。下海啦！在海里还是好玩，有浪。
拜了，芽庄。但是你在海边会在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如果天气好的话，蓝天白云的话，那么海水就很好看，但是也会很晒很热。如果是天气这种有云朵的话，就是没有那么晒，但是呢，海的颜色不是那么好看。Thank you， 拿到票了，到车站是3点半，发车是4点半。要等1个小时呢，真的觉得这个福塔公司啊，能够做到全越南最好，就是因为它价格合适，然后还含接送。一般来讲啊，越南的车站离市中心都挺远的，如果要自己打车过来的话，也得30多块钱呢。在车站看到好多越南的小零食，就是那个魔鬼鱼的鱼干吗？越南那种圆圆的饼好多哦，各种饼。这是小鱼干，芒果干，这一袋芒果干是75，就是人民币的20块钱左右。这个是香蕉干，香蕉干是39块钱。朋友们，我买一点小零食不过分吧？待会有5个小时的山路呢，我得吃点东西啊，但是我又害怕吃多了。走山路的时候容易吐，我都好想尝试一下它的每一样东西啊，你们知道吗？最后我决定买芒果干跟香蕉干，就这2样，买一点吧。Hi, excuse me。又买了越南找的玉米汁儿，我发现好多越南人在喝这个。哦，好喝耶。可以，它这个香蕉饼是薄薄脆脆的，可以，好吃。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越南的避暑胜地。在以前啊，法国人就很喜欢在大乐那边避暑，因为它海拔1000米，所以是一个非常凉爽的地方。今天我们就要前往大乐，上车了。今天这个车高级一点，有帘子的。哇，这个好窄呀！今天咱们订到了一个下铺的，非常狭小，怪我胖喽。它这个巴士啊是有3排的，以前我们坐过一个特豪华的是2排的，它这个是3排的。然后呢，每一个铺位呢距离是比较小。前面有个显示器。这个显示器真的很鸡肋，我现在开了没有信号，我的小胖太胖了。这次是有帘子的，而且它的每一个座位的长度是加长的。哎呀，哦，这次腿可以伸直了，哦，好棒棒！越南乡村美景。我真觉得越南的乡村还是挺好看的。现在我躺着看风景，有时候我真的还蛮喜欢坐大巴这种感觉的。今天到大乐一共是5个小时，据说中途会停靠一个服务区。到了一个他们的服务区，我们下来看看。要穿上这个公用的拖鞋。这是上一个有脚气怎么办？这个是越南的简版服务区的样子。大家看一下，那边是一个餐厅，这里也是一个餐厅。这后面还有一个餐厅啊！哇，这个餐厅是在河边，没有加糖，没有加奶，黑咖啡。不管坐大巴也好，小车也好。大家一定要记得系安全带。到大乐了，哇塞，朋友们，这个温度好低呀，好冷啊！哇，一下子突然间到了海拔1000米的地方，我会不会高反？刚才这登记了一下青旅的地址，等着接驳车去青旅了。这次住的是一个。人民币18块钱一个晚上的，可能还不到18。而且我刚刚发现，
它在另外一个平台售卖的价格只有一个晚上只有人民币10块钱。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温度20度啊，朋友们，太开心了，太凉快了。现在步行走过去还有800米。哎，咱们也走走逛逛。这个就是大乐商城。达拉 visa， 达拉 visa，no Vietnam visa。达拉 ，only how much？How much? 30,000 đồng. 哦 Con kéo vào trong Oh, your English is so good. Yeah, because I'm an English teacher. 哦， Yeah. 英语老师。 Isn't why you come from China? Yes, China. Yeah. Come here for a holiday. Yes, holiday. Alone. Alone. So how long have you spent in the library? Dala maybe 4 days or 5 days. Right? Okay. One. Okay. 这是号称越南披萨，加一些奶酪。Okay, very good. 再加点香肠。这个啊，才折合人民币大概是9块钱。哦，再加点酥酥。好了，这就越南披萨做好了。烤蛋，然后它这里有给你有一个还有这个，有一个柠檬，还有一些盐巴，还有一些草。我的越南披萨来了，看香喷喷、美滋滋的，真。好吃，里面有 cheese， 然后有肉，这个蛋应该是红色出的，怎么是这个颜色呀？有点奇怪啊，这能吃吗？没有蛋黄了，这什么神奇的东西啊？它是不是把整个蛋搅和，然后搅和到没有蛋黄？蛋白跟蛋黄全部搅和在一起。越南这个地方真的街边小吃众多。走在这个小巷子里面去找青旅，还有750米。刚才司机把我放在一个错误的地方，它这里面的很多小巷子啊，虽然谷歌地图能够导得出来，但是此路不通。我跟他进去走了2下，不能走了。哎呀妈呀，这是真的，大晚上的，背着一个大包在找路，但他问了当地人，他告诉我要绕路才能走。本来这里到这里有小路，但是很多路都不通的，因为都是居民的房子，要绕到大路上面走大路。一顿好找，朋友们，终于到了。就是这一家了 ，Mr. Peace。咦，感觉这个环境还不错。You have a reservation? Yes. 它这个青旅里面居然还是有电梯的。现在给你们开箱一下，18块钱一天的青旅。我住的是一个6人间，这边有一个衣架子，这里面是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朋友们，现在已经是我在大乐的第2天了。昨天晚上到的比较晚，所以呢，到的时候呢就早早的睡去了。现在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这一家青旅。我住的是一个4人间。灯，这是我洗的2件衣服挂在这儿。这里面有一间独立的卫生间，现在里面有人洗澡呢。这是我的床啊，还是挺大的。那这个床呢，跟我家的床差不多大，估计有1.2米。每个人的床头都有一个小灯跟一个电源，这个是标配啊。这还有一个晾衣服跟挂衣服的地方。房间肯定不是青旅的全部，住青旅的人啊，一般不长期待在房间里面。那我们待在哪儿呢？我们去顶楼看一下。来到了青旅的3楼，看看，噔，这是一个厨房。今天早上的早餐我在这边吃的。
噔，有个台球桌，哇！再让你们看一个好看的，哇哦，这个景色，这个是典型的大乐的城市的一个景观，好看吧，各位？这大乐风景又好又凉快，大家都不想走了。现在咱们出门找点东西吃。这个大乐太凉快了，凉快到有点冷了，这短袖 hold 不住啊。没有关系，我包里带着一个长袖，备着呢。大乐这个商城就经常上坡下坡，我现在在上坡。这个房子建的也是怪好看的，而且这边家家户户种的花也特别多。这个花真好看，好看好看。不行了，朋友们，我得赶紧把衣服穿上去，真有点冷。这个时候在越南的其他地方是不会有这种感受的，冷到想穿衣服。就是打摩的，打摩的戴绿帽子。这个塔是电信公司的信号塔，我看到了温当凤。呀，这个教堂好漂亮啊！这是他们比较繁华的地方啊，这里真的是好适合度假哦，好棒哦！而且大乐这边还是越南的物价天堂，还特便宜。现在咱们来吃一个大乐这边比较特色的一个小吃。将近快4点了，我都在吃午饭呢，还是吃晚饭呢？不管了，但这里面已经好多人了。他们这家店有2个比较特色的，一个是窑鸡，一整只鸡装在一个瓦罐里面，然后上来的时候把那个瓦罐给敲碎。那我是小鸟胃嘛，就一个人的小鸟胃，吃不了那一只鸡，大家也知道的。另外一道菜呢，就是有一种像石锅牛肉米粉的那种东西，因为它这里是山城嘛，就比较冷，所以他们这边的饮食啊会偏向于火锅类的，就取暖类的比较多一点。像窑鸡就是保温保的特别好，然后那种石锅牛肉就是也是保温保的特别好的那种。那这个就是石锅牛肉米粉，这个看起来霸气啊，这啥 ？What's this？ 哦，OK。哦，这个是2个人才能吃的，我的小鸟胃吃不了吧？但是我好想尝这个哦。我跟你们说，我午饭还没吃呢。为了剪视频，赶紧发布，我午饭还没吃呢，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可以吞下一头牛。有一些不知名的青菜，这个是这个是什么香草啊，朋友们？它这个是叫罗勒，它这是3种牛肉，一种是熟牛肉、生牛肉，还有五花牛肉。这个粉跟越南其他地方也不一样，它是圆粉，跟咱们的粉有点像。This first， 哦，这个先放进去。OK， 哦，帮我弄一下，相当于小石锅，有点像过桥米线。超喜欢他们这个豆芽。这个是啥？在越南经常看到这个东西，这是啥？也放进去。哇，它这个沸腾好久哦。把这个熟牛肉也放进去。哇，它给的这个酱啊，味道有点像沙茶酱。好吃。哇，好满。鲜。这道菜在越南语中的发音是粉狗，他们越南粉是粉狗，这个是粉狗，是比较烫的食物，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感。橙汁用这个高脚杯装，有点仪式感了，朋友们。哇，这橙子好酸，巨酸。有点酸呢。
今天咱们就是在大乐这边先瞎逛逛，明天呢，我先做下攻略，了解一下哪里有特色的地方，再带你们详细的、仔细的逛一遍。哦，这房子好看哦，这个也好看。越南的房子怎么都盖得这么好看？这个房子精致当中又有点设计感。越南人可以不吃饭，但是不能不喝咖啡。看看这个普通的咖啡店，一杯咖啡多少钱？我去是越南咖啡。哦，看到了吗？大家16000哎，是我到过所有城市里面咖啡最便宜的。前面看到了一个市场，来都来了，那咱们来看一看吧。大家记得在越南市场买东西，价格一定要是60%左右，打个6折。咱们问一下土豆多少钱吧。包牛。完了，我听不懂。哦，这有点贵啊，朋友们。9块1公斤。包牛。哦，也是一样的。我们再看一下西红柿。哦，也是4块5一斤。鱼肉、虾、鸡肉，看看这个虾，包牛。哦，18万，27一斤，27一斤。哦 ，OK， 感恩。包牛，14万，这是20一斤。我们看一下山竹多少钱？包牛7万，啊，大概就是比河内还贵啊。No。看看这个芒果吧，包牛4万5，这个价格基本上跟河内差不多。看来这个物价也没有比河内低多少。说好的物价天堂呢？哦，二姐来了，感恩哎，在越南真的是生活艰难啊，赚的少，物价又贵。我还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大乐的街上啊，你穿什么的都有，穿短袖的也有，穿卫衣的也有，甚至于穿羽绒服的都有。我们就看走过来这几个羽绒服、短袖、卫衣，但是穿卫衣的还是占大多数，短袖跟羽绒服是比较少，但是也是有一部分。我有个疑问啊，越南人是不是特别怕冷啊？好像是的哈。就算再怕冷哈，我看他们脚下都是穿的拖鞋。大乐这边的街景就特别像咱们的农村，感觉这里就是比咱们的农村干净一点点，现代化一点点，文艺一点点。就是路边各种咖啡店特别多。我觉得他们这商业化也不是那么的重，当地人都是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而且针对游客的东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的。越南酸野，现在才发现我说跟外国人。衣服呗，给我尝试，酸酸的，辣辣的，咸咸的。这是糖浆，我吃不来他们这里的太辣太咸了，还有点虾酱的味道，就是简单的一点点酸梅粉。no，还是满满的一大杯哦，这么多，2万越南盾，就是6块钱人民币。我在这个越南这么久啊，就是没有遇到过太多很坑的或者是超我的情况。路过了这家，看见他们这边好像吃那个牛油果冰淇淋，看起来很不错。我刚刚路过，我就看到他们吃的好香哦，然后就进来了。牛油果冰淇淋来了，上面还有一坨榴莲，这个已经变成越南的国民甜品，到处都有。国内也可以复刻一下，夜市摆摊，妥妥的。每天必须要来一份大乐披萨，他们这做这个披萨的这种小摊摊真的非常多，每到晚上，这群年轻人就会聚集在一起吃这个披萨，煎的才好吃。我跟你们说了，我有一次买没有剪的，没那么好吃。好吃。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剪开是披萨，如果卷在一起吃，就是
煎饼果子。越南版的鸡蛋汉堡，它是在鸡蛋汉堡上面加的是肉松，有意思，有意思。看看啊，这么多人排队，咦，这也是一家牛油果冰淇淋。哦，越南也是吃田鸡的哦。那个田七宝一份30块钱。摩托咖啡